后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庞颖啊，我是一个辩手。我一个辩手为什么要来蹭脱口秀呢？因为奇葩说停办了。打辩论的问题啊，是特别难赚钱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辩论赛，我的立场是：爱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不自由。我站在舞台上振臂高呼，与其反思自己，不如指责结构。场下掌声雷动，就像现在一样。然后我就接不到美妆广告了。所以今天我借着脱口秀的舞台问一句：我现在爱美还来得及吗？而且我觉得吧，辩论的商业模式有问题。你看人家脱口秀多红火，又有线下的演出，又有这个进大剧场。我觉得辩论应该跟脱口秀多学习。所以呢，我就去问我的朋友，我说：哎，下班之后要不要跟我去大剧场看辩论呀？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你看我像苏格拉底吗？我上了1天班了，什么正方对反方对，在我心里只有甲方对。就我辩论有了一点名气之后呢，我爸的那些狐朋狗友就开始在他耳边说三道四。我要是有闺女啊，我才不让她去打辩论，咄咄逼人，抛头露面，会嫁不出去。我说那好办啊，我娶一个进来不就得了吗？欢迎你们的儿子来入赘。但是当着这些叔叔大爷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不是我怂，因为听我反驳，那可是另外的价格。他们怎么老想把我嫁出去呢？每天就是嫁嫁嫁，我又不是一匹马。听见谁笑了没有？这是我的脱口秀小姐妹跟我说，一定要说一个谐音梗，歃血为盟，算是入圈了。干得好。而且能嫁出去一定就是好事儿吗？我曾经在亲戚家遇到他们家保姆阿姨，中年女性，独自在大城市打拼。这个家里从看孩子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照顾完小的，照顾完大的，里里外外都是这个阿姨。我就跟她说：我说阿姨，您在这儿多辛苦啊，您不想家吗？阿姨说：傻孩子，这些活儿阿姨在家也得做呀，还没人给钱。我当时就想，人还是得有工作，我还是得上班，因为不但有工资呢，还有晋升途径。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妈妈从妈妈升为了资深妈妈、主管妈妈、大中华区总妈妈。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我都在上班，当时录完奇葩说我就回归职场了。但是在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，我发现现代职场其实跟传统婚姻非常非常的像。比如说以前结婚要改姓，现在入职要改名。以前改成张氏、王氏、屈臣氏，现在改成 Lisa、Sarah、Katusha。以前叫我们恪守妇道，放到职场里就是好的，收到。唯一不一样的呢，是以前生不出孩子要打入冷宫，现在是生完了孩子，公司会把你打入冷宫。时代呢，还是有一点进步的，现在是此处无声胜有声。以前媒婆找的是生育价值，现在 HR 找的是剩余价值。时代进步了吗？没有啊，这两个词用英语写出来都没差别好吗？都是生育价值。而且婚姻和工作呀都靠不住，老板要换人的时候会说，让我们给年轻人多点机会。老公想换人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说，他会直接这么做。
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我这个上班的辩手还要来学习脱口秀，因为我觉得脚踏2条船那都是不够的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根本没有上岸这回事儿，我们脚踏的船多了，它就连成了岸。1份工作很可能会背叛我，3份工作很难同时背叛我啊。这就叫1条 ship 比不上2条 ship，2条 ship 比不上 open relationship。女人不能总围着老公和工作转，因为那叫公转。我现在专注自转。我想吃饭啊，现在我都不上桌，我就端个碗自转。我看到哪个桌上有饭呢，我就转到哪桌去吃。我今天吃到了脱口秀这碗饭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让我多吃几口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庞颖。我是一个辩手，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。我为什么去上班呢？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，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。所以呢，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，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，但是我妈如临大敌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妈一来，我如临大敌。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，所以我总得吃剩的。我说妈，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？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，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？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，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。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。我们家的知道，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，粽子是去年端午的。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，她虽然不怎么样，但知根知底啊。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。我从小就比较胖，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，但是我不同意啊。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，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。同意吧？有人说呢不对，自律啊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。那我也挺自律的呀，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。又有人说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，这也不对啊。偶尔出轨叫放纵，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。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，但是打工人太累了，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，是真的全职的工作。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。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？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。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、董明珠的事业，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。就工作久了呢，是不可能没病的。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。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。我甚至在想啊，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？想象一下 HR 面试，我拿出病历，有结节代表我能忍。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，我是节节导向。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，团队人均211血压。你来自985，我来自 ICU， 我用的还是年假，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。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，我一听很吃惊啊，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，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。后来呢，我去医院看，医生说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，到处收集方案，然后比稿。
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，没有打动我。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，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，但是没有新意啊。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，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。为什么会没事儿呢？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，我的乙状腺结节呀自然就没了。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，我妈又如临大敌啊，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吃外卖、熬夜、工作压力大，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啊。小时候让我努力，生病了怪我太努力。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。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，我请了一个长假，后来发现是误诊，我也没有销假。毕竟请假挺难的，而且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。有个网红曾经说过，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，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啊！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，漫天的落叶里，对自己说，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，人就没了。好，我想了一下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哎呀，头一次啊，2次演完了吧，导演组私下找我说事儿来了啊，说阎老师您在台上不能老提郭麒麟了，提1次2次可以，提多了就烦了，而且对您可能也不好。然后您看下赛段呢，咱们是2个主题，一个是不上班你养我呀，还有一个是别人笑我太疯癫。我说这是我要提吗？你这话题老往上勾我呀！我一说相声的演单口喜剧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因为养我那人确实不上班啊。就提这1次啊，不说了，说到做到。然后呢，但事实如此啊，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呢，我现在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，比如说演话剧啊，然后演影视剧，说单口喜剧，也演新喜剧。然后我发现，当你刚跨界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，你的表现会影响到别人认为你这2行业的鄙视链。你想吧，我在这儿演单口喜剧啊，如果演得好，下边坐俩观众，哎，到底是说过相声啊。如果演得不好，回去好好说你的相声。但也不是这种情况啊，是鉴于这2个行业可能呢并驾齐驱，它不适用于所有的比较。你比方说啊，我搭档郭麒麟，但是不牵扯到不工作这个人，现在转战影视，好比有一天啊，大林发展的非常好，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。我打比方呢，你别乐。然后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，下边这些好莱坞巨星肯定不会这么聊。到底是说过相声啊？哎，这我就不服了啊！就是奥斯卡的冠军跟说相声差别就那么大吗？你们要那样的话，我就在德云社等着啊！迪卡普里奥、威尔史密斯、拉塞尔克劳有一天跨界说相声，说的不好，几个包不讲，我也起来回去拿你的奥斯卡去。尤其威尔史密斯，不爱听他也不敢打我，因为德云社说相声。跨界确实是跨界，没办法。我昨天啊，跟好多线下的演员一块儿去上海西藏南路那个大世界说开放麦，啊，一看你都是上海的观众。我到那以后我很感慨，为什么呢？上海大世界呢，1917年开演，那过去是全亚洲最大的娱乐市场。100年前，我们说相声的老先生到上海滩闯码头，就在上海大世界，就在大世界。很有意义，但我也对不起先人啊，我到这居然是说单口喜剧啊。
其实那个时候啊，在上海滩码头，包括北京，我们这些当口艺人，那时候没有说相声啊，这个词儿是建国以后才有的，不是王建国啊，不是王建国。过去艺人地位很低，我们这些靠说话、表演、说笑话的，都叫玩意儿，没有名字。干嘛去？听玩意儿去。你们要那时候录节目，别人再一问你录什么节目去了，录玩意儿去了。今儿都有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今天有庞博、建国这几个玩意儿，真是好玩意儿。就得这么说，我不能说好不是玩意儿，很有意思。然后我从那个开放麦出来以后呢，给我们先生就是郭老师他父亲还打一电话。为什么打一电话？因为我们过去有句行话，就是干传统文化的，我们叫北京学艺，天津成名，上海赚钱。真的。我们那时候学艺的时候，就他爸那时候 PUA 我们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呦，就是你要是学完了这个，将来你要到大上海滩一闯荡，你要是能到大世界说一场，那基本你就算站住了脚了。我说完这开放麦以后，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，我说师傅，我说徒弟今年行了啊，我上海大世界，我也说了这么一场单口。我师傅很高兴啊，孩子，那这北京学艺，天津出名，上海赚钱，你赚着钱了吗？哎呦，师傅，这开放麦不给钱。然后我师傅说：“那不对呀，那我儿子也去，他也不给钱吗？”我说：“他给钱，而且我说这呢，不给钱，明儿给他听，他坐那儿，他拿钱。”然后我师傅说：“孩子，我有点乱，你又乱。你们现在他们这行是说的不给钱，坐着听的给钱。”我说：“师傅，您听说过吗？”我师傅说没听说过。我说师傅你怎么看？我师傅说去你的吧。哎，给你们讲一个我师傅带着我们在国外闯江湖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好。在哪国家咱不说啊，我师傅带着我们出国演出，我呢自个儿在这个大街上走，路过一小胡同，看见一什么呢？国外卖艺的一小伙子拉大提琴。一看就是艺术家，为什么呢？这琴就得好几万，他前面呢搁一个放钱的那个小塑料碗，我就走过去了。说相声碰见这不能给钱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这行是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。我就过去了，可能我过去的时候稍微没注意，我这脚啊把他拿钱的那个小盒就给踢躺下了，嘡啷一下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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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那里边有几个钢镚就往前滚，滚就滚到一个地沟里了。这小伙子很无奈，过来以后我也过来一看，抠不出来了，多不好意思呀！我就从兜里拿出10欧元来，我就直接给他了。江湖骗术都是这样，你钱出手那一刹那，你就知道你上当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拉这大提琴吗？他这小拇指上勾着一根鱼线，这鱼线勾的那个拿钱那个小碗儿，你一过来，他一碰，砰啷一下。他这不犯法，人可没跟你要，你是不好意思，你把这钱给他的，完了，上海滩闯过了，到那儿没闯过来，中年大雁让雁把眼给牵了。我回去以后把这事我跟我师傅就说了，我师傅护犊子呀，这事在江湖上挨着欺负不行啊，咱会会他。带着于谦老师，我们仨就又奔这胡同就来了。到这胡同口一看，我师傅跟我师傅一说，你看没有，就那个。我师傅过去以后，都没等他蹬着鱼线啊，一抬脚，嘡的一下，把他这小碗直接给掀飞了。这哥们拉着大提琴，哎，我那就滚了5米，我师傅这一脚踢出50多米去，干到这胡同口去了。这小伙子过来以后，就揉这手指头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腾腾腾跟着也跑过来了。我师傅跟着在这一掰着，这呼噜呼噜说了半天。最后没办法了，我师傅也拿出10欧元来给他了。往回走，我说师傅这不对呀，您也让人骗了10欧元。我师傅一乐，拿手一指前面，我看于谦老师啊跟我们正招手了，赶紧走，手里抱一大提琴。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树，我是一个00后，现在，谢谢。
没见过吧？现在毕业2年了，但感觉压力还是很大，而且我会把压力会量化的非常的具体。你比如说一个房子3000块1个月，那对我来说就是1天100。我一旦这样想，每天就会过得很焦虑。每天中午起来一看表啊，50块了，一焦虑晚上就睡不着，一睡不着你就更焦虑。我就眼睁睁看着时间就这么1分1毛的过去。别人失眠都是1只羊2只羊，我1毛1、1毛2。别人数的是羊，我数的是羊少1横。平时还要处理人际关系，也很烦。我不爱回微信，经常不回。你们的微信都是WeChat，我的是 YouChat。回微信很累啊，总是要字斟句酌，生怕回得不恰当。我甚至连回复 OK 的时候，都会特意的改成小写，这样显得比较圆滑、俏皮。但是你不回呢，又要找理由解释，就很消耗。所以我每次就很喜欢坐飞机的时候，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回，对吧？你那种打开飞行模式，什么消息也收不到，那种感觉，哇，上天了。莱特兄弟为什么发明飞机？就是嫌地上的人话太多。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找一个正当理由。我现在就想回就回，不想回就不回。我现在随心飞，就是受不了很多的压力和规矩。就想怎么才能逃离一段时间，就有没有一种办法，它既远离人烟，又不会饿死。出家，生活清静，对吧？社交也简单。和尚没有什么勾心斗角，没有什么精神内耗，更没有什么亲密关系。别人跟我说话，我可以不回复，他不会觉得我不礼貌，他只会觉得天机不可泄露，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世人的尊敬。即使我什么也不会，还是会有人叫我一声小师傅。而且庙里的生活它更健康，近几年流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里面都能享受到。你像斋饭、减脂、敲钟、有氧、打坐、正念冥想，但再也不用担心失眠，每天都有人在你旁边念经 ASMR。今年5月，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些寺庙，在大众点评上，但不知道哪家最好。大众也不是什么都评，我就希望他能推出一个榜单，推荐一些本地剃度修行必须要去的地方，就叫必秃榜。我打开一看评价，很不错的一次体验，戒疤点得很圆，很对称，很像6筒。很喜欢，下辈子还来。每天想这有的没的，甚至开始好奇，那种常见的戒疤，它为什么都是双数？为什么没有5个戒疤的？我就开始在网上找，有没有点5个戒疤的在我那个城市里？5疤同城。这就是现在精神状态。但其实后来发现，戒疤不都是双数啊？它有1、2、3、6、9 5种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不是从1到9都有呢？是怕方丈拿徒弟打麻将吗？1个和尚挑水吃，2个和尚抬水吃，3个和尚吃。想出家念头就越来越强烈，就告诉了家里人。他们觉得我疯了啊，说我是离经叛道，我也很委屈，这哪里是离经叛道？我就是去念经的，这是离经的近道。他们一直让我考公考编，说这样上岸了之后就一辈子稳定。稳定，还有哪里比出家更稳定？而且他们讲究轮回，我不光这辈子稳定，我来生都稳定。什么上岸不上岸的，回头就是岸。
所以就很不明白，很多人一有烦恼就会去庙里求愿、求事业、求爱情。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留下来就可以了。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山东的意思。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，怎么才能？让我讲完好吧。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，怎么才能一直感到快乐呢？双手合十，我就感觉我这个想法简直太完美，就终于要逃离世俗了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去，还是那个问题，不知道哪家最好，我怕选错了寺庙，那耽误的可就不止一辈子。好，谢谢安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国。感谢。我的水平一般，我配不上大伙儿这么热情。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了，就是大伙儿这个热情当中呢，经常会有一股藏不住的真诚。就比如说，你看我们录好几期了嘛，然后我就感觉我呀，周奇墨从后面走上来的时候呢，大伙儿都说啊好帅，你好帅。而庞博上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是哦。你就明白咋回事了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是你好帅，而你好帅意思是你好，但你不帅。演艺圈很少有人像你们这么真诚的啊，就是这演艺圈的审美很独特，你长什么样，往往和你的长相没啥关系啊，只要你够红，长多丑都有人敢夸好看啊，越红越好看。我是咋发现的呢？就是我和雪琴 CP 的那一年啊，就是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夸我好看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就什么经纪人呐、合作方啊、客户，连客户都夸我好看。我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呢，被夸了3天我就不是了，我就得摸着自己的脸，我说真的吗？这玩意儿真的是瓜子脸吗？皮肤有那么光滑吗？我说不行，我要迷失了，我得赶紧找个明白人问问，是吧？我到底长啥样啊？一出门碰着庞博了，哎呀，我就想，我说太巧了，这还找啥人呢？这不正好有面镜子吗？当然，我也没迷糊多久嘛。去年，所有脱口秀演员一下子都难看了起来，到我这儿就尤为明显。我以前只是难看，现在是丑、磕碜、ugly、disgusting。就我长得好看的那段时候呢，就过年啊，就会收到很多拜年的微信。去年过年，手机里那叫一个清静啊！感情事业这个玩意儿呢，就跟网线一样，一旦断了，连个微信都收不着。都说什么演艺圈的人啊，说话就很官方、不真实啊，说内娱没活人。我看我手机里头怎么一个比一个真实呢啊！我拿手机我想，你说那我算啥呀啊？那啥人能一个信息都收不着啊？应该不是活人。你说我奶奶都走8年了，我今年想的我还给她发俩呢。而且我一直特别不喜欢这个内娱没活人这句话，因为感觉就是指着我说的。哎，你看这傻子，一个活都没有，嘿，内娱没活人。我后来一想，就是按照这套审美标准呢，人的长相它就有另一种直观。你比如天真姐，好看啊；振宇老师，好看；康永哥，前些年好看。你今年好不好看，还得再看看。但是大林老师的情况就非常复杂了，他是这些年呀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越长越好看。但他如果靠着自己的不努力，他可以直接长到最好看。有人说，那你说演艺圈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疯吗？说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吗？有的，有真朋友的。你看我今年陆续就接到了一些活儿。好多都是我那老朋友硬带我去的，那真是硬带呀！人家为了推荐我，都绞尽脑汁啊，到处打电话，
你就用用我们建国吧。这他不是对是不咋红了，也不好看，也不好笑了哈。但她是个好女孩啊。啥？浪姐必须是真姐姐，那我们性格好行吗？性格好啊，不爱吵架，从来不吵架更不行啊，更不行啊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其实我去浪姐不是那个，其实人家不吵架，人家不吵架啊。然后我就发现呢，很多真的朋友他是不会势利眼的，甚至有的都是反着来的，真反着来。你就比如说我高中的那些同学，我混得越好，他们说话就越损。你看以前我们打游戏的时候，要是中途我有事了，突然下线，他们只会说我是赶着去投胎。当了艺人之后，他们说我赶着去头等胎，还问我说你就投个胎，你为什么要赶着去呢？你急啥呀？你们艺人投胎没有专用通道吗？特别烦人，就一起吃饭是吧？聚餐有时候合影嘛，合影每次合影都一定要把我硬拉到中间，站在那喊我。来，老肥来，老肥你来，你就站这儿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我们老肥厉害呀，在外头辛苦工作了小半辈子，从来没站中间照过相啊。今儿回家了，体验一把。我就说你们有完没完呐？他们说哎呀，老肥不爱听了，老肥不耐烦了，老肥心里不得劲儿了，老肥受伤了。哎，老肥，你说你受的那个伤是不是应该叫中间伤？反正天天在这膈应我，但是就是这些哥们儿呢，有事儿也是真上，有事儿也是真上。我去年我回家的时候呢，这些人都抢着请我吃饭，抢着带我出去玩，就用各种方式哄我，各司其职，就有的帮忙开车，有的帮我开车门，有的帮我打雨伞，说是让我重温一下当艺人的感觉，说是怕以后再也没机会体验了，是吧？差不多讲完了，说这些。一个是给选手们热热场，再有一个我就觉得今年也不一定过年时候咋回事呢，所以正好这不站在舞台上嘛，我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过年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大家好啊，今天确实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啊，前2天腰伤了啊，最近都没有人笑我太疯癫，都笑我腰不好，确实不太灵活。前2天我去健身房练了2下腰就伤了，我当时想我想录节目，我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。结果就成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呢，其实就是想状态好一点，结果越练越差，真的是南辕北辙，背道而驰，莫名其妙，朋友们。当时就做了个力量训练，你知道，硬拉40其实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，其实已经非常轻了。然后我跟大宅说，我说大宅，我硬拉40腰伤了。他说北呀，是一边40吗？你这就不叫硬拉，你这叫滴溜。我跟你说，当时我硬拉的时候就走神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不注意，啪就闪了。我当时走神正想呢，我说下一3段我写啥呀？啪一下就闪了。我说行，有了。然后我就直接去医院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说巧不巧？这个医院呀，离健身房就1个路口，我都怀疑是一个人开的。但是确实当时走不了路了，比现在还严重呢。我就叫了个滴滴，然后上那个车的时候，滴滴第一句话问的都不是，他说那个先生你尾号多少？他问的是这么近你也打车？然后当时到了医院，真的人呢，真是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医院路上走2步之后，手机就掉了。你知道这个腰伤了之后啊，这个腰我就弯不下来了，我就直着腰捡那个东西。怎么说呢？那个动作特别像蜘蛛侠上旱厕。前2天参加一个越野跑活动，其实是个活儿，很久没接活了。我朋友对接过来，他说小北有个越野跑的活儿，不过预算有点少。我说多少？他说参加完送你双鞋子。我说也行，之后也不用花钱买鞋了。那我说不能再低了啊，必须是1双鞋子，2只哈，左右脚哈，1个码哈。你们了解越野跑吗？那天我也是跑完之后才了解。这个越野跑给你们解释，也就是在山里跑步，然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有上坡有下坡，很可能跑着跑着就没路了。怎么说呢？有点像脱口秀行业。我说这个是我领域啊，跑一跑。那次我跑的是12公里，
其实，在越野跑里面算比较短的了，一般还有那种100公里的。当时我听的100公里我都惊了，我说这还是运动吗？这不逃难吗？啊！当时出发前我跟我爷打电话呢，我爷说哦，他说这个现在要越野跑啊，我小时候叫闯关东。那天有1000多个人参加，你知道，所有人在起跑线准备，发令枪一响，所有人比赛要开始了，但根本就跑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原地踏步了1分钟。然后慢慢就跑起来了。跑起来之后，说实话，跑一会儿我就开始累了。然后当时一抬头发现刚到起点。谁能想到我都30了，又一次输在了起跑线上。真的是身体不好。那天跑2下之后呢，左腿就抽筋了。左腿抽筋之后，我跑着跑着说：“哎呦，抽筋了，左腿！”然后前面有个女生回头笑我：“啊，左腿抽筋了。”然后她又岔气儿了。运动真的要专注，朋友们，你知道吧？看看我这个腰，现在啊，那天我越野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一下，加油，让一下，听得我直生气。我心想你们骂人可真难听啊，但我又追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气得我直跺脚。后来右腿抽筋了，而且这个越野跑中段的时候就进山里了嘛，山里面有一些村子，你知道吧？村子里面有很多老大爷就背着手看我们，看我们之后我还贫呢，我跟那个大爷说，我说大爷，你看我们看吹不看吹啊？那个大爷说好 City 啊，我说大爷你也太时髦了啊！我想请你喝一杯 Uncle Law， 这可是大家都爱喝的国民白酒，老村长，口感柔不上头，真正纯粮酒，真的很 City， 真润啊！然后那个越野跑非常长，然后中间就有几个补给站，因为我跑的确实有点慢啊，每次到补给站的时候，那个西瓜都被吃完了。每次那个补给站就给我留点西瓜皮，你知道吧？但你别说，累的时候真是吃啥都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补给身体啊，不如补给我的斗志。我觉得你补给点你就放点现金，你第一个补给点放100，第二个放300，你就递增。如果给我换成硬币铺一路就更好了。具体的可以参考《神庙逃亡》。那我感觉我能一直不停的跑，一直不停的捡钱。以后我在越野跑圈就有个闻风丧胆的名号，小北 AKA 暴走存钱罐。我呢，其实一直在队尾不紧不慢的跑，跑得有点慢，因为是个邀请的活动。中间呢，然后那工作人员还给我发微信，他说：“小北加油，终点等你。”后来发的是：“小北你快跑2步，都等你下班呢。”当然最后我还是完赛了，因为后半程呢我全力冲刺，因为他们最后给我发的微信是，他说：“小北你在哪儿呢？发个定位，山里有狼。”那天回去之后呢，说实话我有点受打击。觉得还是要锻炼身体，不能被人笑话了啊！明天我就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，录节目我要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，不要干太猛，就硬拉40就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门敲，哎，大家好。哇，刚刚有点温情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把家里人吐槽个遍。然后，朋友们想要疯癫很简单，多跟长辈相处就行。真的，我发现跟长辈沟通太难了，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的职业。我说我是 HR， 所以知道员工的工资，他们理解为我知道所有人的工资。在他们眼里我有超能力，我只要看这个人一眼，这个人头上就会冒出他的工资数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过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我赚多少，都是通过我打听别人赚多少钱。就过年的时候我爸会说，哎，帮我看一下，你大伯退休工资高不高？你会不知道，怕我伤心啊，蛮高的。再帮我看一眼二伯，他退休也不知道，比你大伯还高，比你大伯还高。哎，我就知道，我们家翻身就靠你了，好不好？记住，你的目标就是退休工资要超过他们。我说爸，我的目标就是活到退休。最夸张有一次就是我舅妈给我微信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她说，哎。这是你妹妹发在朋友圈，说是她男朋友，帮舅妈看一眼这个人赚多少钱。我点开照片一看，王嘉尔。我说舅妈，赚挺多的，你可以享福了。舅妈说不愧是 HR 啊，随便问你一个人都认识。再跟舅妈讲讲这个人怎么样，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？我说你不要害我。没有缺点，全是优点。舅妈说不可能的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总有些不足之处的。自己人想想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？我说舅妈，你一定要讲什么不足之处，就是这个人没有上海户口。
舅妈说那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你妹妹跟他在一起。我现在就是跟你妹妹说，叫她不要做梦了。我说对的，叫她不要做梦了。哎，所以歌里说的是常回家看看，对吧？重点就是看看，千万别老在家待着。因为常在家待着一定会发疯的。我最近就是在家太久了，我发现啊，我爸有点讨厌我。哎，可能说讨厌有点严重了，毕竟我们是中华民族，对吧？很讲究亲情的，血浓于水，对吧？我爸恨我。他不喜欢跟我讲话，我问他任何问题，他都是2、3个字就回答我了。我最近在学烧菜，因为我是一个做菜新手，我做到一个特别高端的菜，我不会做了。我说爸，这个番茄炒蛋，这个番茄怎么弄？煸一煸。我说什么叫煸一煸？哎，你们做过菜可能知道，我没有做过上中国菜还能煸一煸呢。番茄怎么煸？从大到小煸。我说爸，什么叫煸一煸？他说，煸一煸，就是煸一煸。这里有点丑化我爸了，对不起。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用的是上海话，憋呀憋。这就是他的解释方式，朋友们，用更大的音量来重复原先的答案。他觉得我没有听懂，是因为他声音不够响。这种沟通方式怎么说呢？就是很不尊重人，像在训狗。你们训过狗吗？重复一个指令，然后期待狗听懂。我爸就这么训狗的，来，嘟嘟来，嘟嘟来，坐，坐，哎，坐，坐，师傅，好，狗，好。真的，我说爸，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耐心一点，稍微跟我耐心一点解释一下，是亲生儿子吧？搞东西字，哎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去查百度。煸就是把食物放在热油里面加工到半熟，然后放在旁边做备用的一种烹饪方式。我说，哎爸，这个叫煸？他说对，跟我讲的一样。很难沟通，不但他不跟我好好讲话，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听的。哎，你们劝过长辈改坏习惯吗？他们只要知道这个是坏习惯，就不会改，还会用一句很温柔的话来肯定你。这句话叫“哎呦，算你懂死喽”。我小时候劝他改什么坏习惯，哎呦，你懂个屁！哎，你们发现吗？我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很极端的，只有懂个屁和懂死，很极端。我最近劝我爸改一个坏习惯，就劝他戒烟，因为他老咳嗽，身体也不好，年纪大。我说爸，吸烟有害健康，你别吸了。他说：“哎呦，算你懂死喽。”首先，跟你爸讲话，爹味不要这么浓。其次，你晓得不啦？你爸这个肺已经吸了40几年烟了，你不要害我。这个肺让他碰不到烟，他会坏掉的。我说我这么严重，为什么会坏掉？什么叫坏掉？坏掉？他说坏掉了就是瓦它啦。暴力沟通真的会让人发疯的。哎，我以为不在家，去上班在职场好一点，没有。老板讲话我依然听不懂。哎，我是个 HR， 我帮老板招人，我给他招的人、推荐的人，他总是不满意。问他原因，他也不好好说。有一次一个人面试没有通过，我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人都挺好的，就是没有什么感觉。”我说没有什么感觉。我差点气得说出那句包办婚姻的名言。我想说，感觉不是可以培养的吗？感觉。然后我还得跟那个面试的人去沟通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就过2天我就发微信给他，我说：“刘先生你好，面试过去2天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感觉很好。”我想完了，那我只能做个好人，给他个台阶下。我说：“哦，我们公司对你也很有感觉。”对了。我们私底下说，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老板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如你呀？他说：“哦，被你这样一说，好像你们老板是有点不懂装懂。”我说：“不懂装懂吗？你懂的呀。”朋友们，微信聊天的时候，你懂的呀，后面一定要跟着这3个表情，对方就一定会懂。就是哎，你懂的呀。
刘先生就懂了，刘先生说：“哦，HR，谢谢你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后来我就跟老板说：“我说老板，你不能总说没有感觉，你下次要给我一个正当理由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，你想一个。”我说：“我想不出。”他说：“你必须想一个。”我说：“我实在想不出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实在想不出，你编一编。”打钱。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登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啊。我选这个有点疯癫了，因为我就是最看不穿的那个。主要是靠听来获取资讯啊，听着有点疯癫了。啊，因为没法选择，你能理解吗？看的话，你有个眼皮不想看，你闭上；这没有耳皮就闭不起来。什么来了都得听着，是吧？我现在一出门就觉得太吵了，有时候一进商场脑子就炸了。A35 A35 A35， 外婆叫你回家吃饭啦。这是你们听到的，我这个耳朵楼上楼下好几层都能听到，就是 A35 B21， 外婆太23，鱼叫你回家，外婆太2了。全是这些东西，是吧？你耳朵里听了全是垃圾信息之后，你这个脑子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思考的。我就会想，谁家外婆会这么叫呢？给孙子编号，都编到35了，到底生了多少个？生多了确实费劲，要编号，对吧？当年朱元璋要是学会这套，就不用那么费劲了，给后代起名还造字，金木水火土，太费劲了，编号呀。生下来第一个朱 A1。猪 A2、猪 A3， 哇，孙子就是猪 B1、猪 B2， 往后编。到时候什么靖难之役，燕王朱棣攻打朱允炆，那就不是什么那个，就是猪 A4， 暴打猪 B1。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，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，郑和站在那个船头说：“猪 B1， 猪 B1， 你四叔叫你回家吃饭啦。”地铁上也很吵，地铁的扶梯有那种感应广播，站上去一个人就播一遍。乘坐扶梯请站稳扶好，注意脚下安全，不要玩手机，文明乘坐电梯。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行动不便的旅客请走无障碍电梯。你去看吧，大部分人一站上去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掏手机，起不到任何提醒的作用。推婴儿车的旅客听到这句，你都做到一半了。你说这个妈妈要是100%遵纪守法，她怎么办？她说要不然把车扔掉还是？婴儿说你傻呀，你拉呀，推不让，拉可以呀。行动不便的旅客瘸着个腿，好不容易走到这儿，说不让座啊。我觉得他设计的时候根本就考虑到没有人会听的，他觉得没有人会听，他就开始胡说八道，是吧？上海地铁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愚蠢的广播，人民广场共有19个出入口，16号口通往叮咚买菜，谁要去那儿买菜？他不是把菜送到家门口吗？你哪怕说去刘娟美甲美睫沙龙，我还能理解。听出来了吗？已经疯了，根本不在乎上海以外的观众了。我去过好多城市啊，30多个城市坐过地铁。最聒噪的地铁，你们知道在哪儿吗？南京。每到一站，换一批不同的角色，每人出来提醒你一句不同的内容。省中医院提醒你，省知识产权局提醒你，省药监局提醒你，连个野生动物王国还要出来提醒你。最搞笑的就是药监局，省药监局提醒你严格药品监管，守护百姓健康。我说这不是百姓提醒你的话吗？这不是。车门一关上，车刚开出去，
前方到站新街口车站，进站时请先下后上，有序乘车。你提醒谁呢？有序先下后上。你提醒等车的人家呀。老子都上来了，你叫我先下后。提醒什么呢？提醒一会儿到站了，门一开，如果要先上，你就抽他。你先下后上。你别怂，你就抽他。地铁判官培训班。某某某品牌眼镜提醒你，乘坐地铁请站稳扶好。谁不知道呢？我好不容易找一座，他提醒我站稳扶好。就盲人全神贯注在那听广播，生怕坐过站。他会不会就是只是提醒盲人？他觉得盲人不知道要站稳扶好。他是不是觉得门一关，盲人开始翻跟头了？开始。难怪还有一条禁止乞讨，那一看来也是点我。我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主题是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， 就是北京的大专。对。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。对，在网吧开机子。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， 就保安。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，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，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。什么？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。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，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一次100机场集合，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，机场快轨25一趟，我没坐过。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，咣当，扣我25。我说有黑客。人说孩子就是25，我说你也被黑了。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25。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，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，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，只能挣45。但是我想没关干。到那之后呢，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、发海报，先给你50，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，要求是越疯狂越好。我实在是喊不出来。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，我看着他，我说。我实在喊不出来。我左边有一个大姐，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，那个大姐，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？你这不得500？她说我是真粉丝。我说这个比不了。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。到那儿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，他伸手拦我。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他我说无间道，不结尾款。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。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，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，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。娱乐圈太黑暗了，连假粉丝的钱都骗，我要成真粉丝了。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非常礼貌。知道这之后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要签名，哥哥。所有人退避3尺。我左边那大姐，你别喊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瞅你像我婆婆。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要签名。我说签名，没人拦我了，助理也不拦我了，因为只要再拦我直接就50。艺人就给我签，拿过来签字，签完了给我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字迹潦草难以辨认，还是要害我。还是要害我，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？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你，再签一个。
艺人懵了，啊，助理也懵了，啊，助理说，你要150，黑吃黑。我说我要155，这边。那艺人说给你钱，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去？他签一半，他说，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？我说差不多得了。50的不含表演，想看完整表演，请开黄金会员。当时我说这边，他给我签完了之后，给我说你看行吗？我拿过来我给助理，我说你看行吗？助理说行就行。当时呢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哎，打个招呼可以吗？”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，他直接就往前走。啊，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想到他说：“好酷哦！”我不行了，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，你这样吧，我拿一张海报，我说你别问为什么，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。啊，他说不，我想要这个海报。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，冲击太大了。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：“哎，干嘛这么大冲击呢？你以后干不干？”我说：“以后我真不想干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别不干，这活多好啊，就站明星旁边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给点反应，实在不行傻笑就行，还有钱拿，不干白不干。我想天天干。”我说：“呀，有道理啊，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”他说：“我叫阎鹤祥。”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。哦，不是明星，是少主。真的，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，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。人设高的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你站了很多小时，你出去啊，你不理他，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。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，我说不方便，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，你什么东西？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。我在上海演出啊，我上次来上海，一观众说：“哎，签个名。”我说可以。他看着我说：“笔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找。”我找完给他，他给我签了一个。但是呢，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，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，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。我怎么塌？我都不是人。我怎么塌？我没得他，我怎么他？我学历造假。哎，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，你是清华毕业的，你都得拿一个论文，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。我不用啊，我在演出北京，我说sin36等于1/2底，大哥牛啊，对学习好。我没法塌呀，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，啊，的确说我要塌了。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他们说付航塌房了，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。我不想澄清，人都让我澄清，我说不澄清，就这样吧。我也想进步啊。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？连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。我呢？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。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，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我说我可以结婚吗？底下观众哎你可以结扎。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。当时我就发现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比较真实。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。前2天接了一个活，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，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，得加钱。他说不是，是给您提供安保。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，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。那保安也太安全了。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，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。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史岩。参加这个节目挺开心，真人秀导演跟我说呢，让我给他拍点生活 vlog， 他要剪片子里头。我说这个生活 vlog 最近可能是拍不了，我们家最近冷战呢，没人给我拍。他可高兴了，他
他说太好了，你让你老公给咱拍点冷战的vlog吧。冷战的vlog，知道啥叫冷战吗？谁先说话谁就输了。我这把宁可节目输了，我也不能输给他呀。这个是冷战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更吓人。我们现在说一次话，我感觉我就少点啥，少个器官，有的时候就是。我有的时候跟他说，我说帮我找一下眼镜，他说你没长眼睛吗？我说老公帮我给手机充一下电呗，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手？哎，多爷们儿，我喜欢这种。然后有的时候在单位被领导批评了，我就回家跟他诉诉苦。他说你没长脑袋呀，真的，他要这么说我就不爱听。我要是没长脑袋的话，我眼镜往哪儿挂呀？我回手我就给他来一个嘴巴子。他说你打我干啥？我说你脸上有个蚊子。他说有蚊子你就给他轰走呗。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，主要是想告诉你我有手。他说那你还挺有脑子呢。是我第二天我就给我们家蚊子都给杀一遍，我怕蚊子落我脸上。我可真有脑子。但是有脑子也整不明白孩子。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，今年10岁了，这是跟你们说，搁外头我都告诉人家8岁。我特别害怕，就是别人通过我儿子的年龄，完反过来推算我的年龄。哎，我怎么回事？我就突然感觉自己，我说我们家孩子突然之间这么大了呢？啊，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。其实刚才跟你们也没说实话，其实12了。哎呀，咋这么大了呢？这么大个孩子，真的当家长这些年净上当了。前一阵有一个兴趣班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们最近新招了一个老师，30多年教龄，让我去试听。我去听了一下，我说你这个不止30年吧，你这个最起码得有80年教龄了，比我说话还慢呢。我说你说话这么慢，一堂课能讲几个知识点呢？我这2年咋骗钱的我不知道啊。孩子还是应该少上点兴趣班，多看点书。我就给他买了几本作文书，这作文书前边讲的可好了，翻开作业给我吓一跳。他说请你和莫言比一比，看看谁的描写更生动吧。我儿子还能跟莫言比，咋的？我儿子是余华呀，余华也不能同意呀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同意。余华都60多了，我这个我12我都嫌大。而且你跟现在的小孩沟通也很费劲，现在的小孩满脑子都是互联网思维。前2天我儿子跟我说，他说妈妈能不能上闲鱼上给我收一本写完的暑假作业呀？我说孩子，闲鱼上都是没写的。他说那正好把我这挂上，我这没写。然后有的时候也挺担心他早恋的问题嘛，我就侧面的问一问，我说孩子，你们班有没有那种小孩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？他说妈妈基本上都有了。我就特别紧张，我说哎呀，我说孩子，那你有吗？他说我没有，我是一个孤儿。我都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。而且你培养小男孩是吧，你还得给他听点英雄的故事，培养他这个男子汉的气概。所以我之前就给他听点那个单田芳的《白眉大侠》。单田芳你们知道吗？讲评书的一个评书大师。要不知道的话更好，就千万别让孩子听了。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家了。我一推开门，我说孩子，妈妈回来了。
哇呀呀呀呀呀！妈妈，来得好。我说孩子，你那个作业写完没？妈妈给检查检查。妈妈，拿命来！我说我咋睡不着觉呢？总想要我的命，我现在天天晚上感觉有人要害我，总想要我命。我看他是真想当孤儿，但是想当孤儿也挺好，最起码这个事儿我老公可以参与一下了。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平衡，我说为啥带孩子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呢？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说为啥就耍我自己呀？他说因为你是他妈呀，为母则刚。我说那你呢？啊，我为富不仁。真的，我有的时候就在想，我说真人秀什么时候能介入一下我的婚姻呢？啊，就邀请这些摄像的大哥上我们家也去架几个摄像机去，那样的话，我老公在镜头前边多少能呈现一些他的优点。完了，万一哪天他要是表现不好的话，我就给他淘汰，我换一个男嘉宾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。寿桃非要来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岩。啊，有朋友已经认识了是吧？去年就来了啊，走得太快了啊。其实我觉得淘汰的早呢也正常啊，确实还是年纪大走人家前面了。节目第一期一播，我朋友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你是不是马上就走起来了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说马上就走了。”大家知道吗？去年年底还有一个活动叫爱奇艺尖叫之夜。啊，你看有的朋友知道，你别说我去啊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朋友也问说：“哎，我说我看那尖叫之夜那谁谁去了，你怎么没去啊？”啊，我说我自己叫了啊。我也叫了一夜啊，跟哪儿叫不是叫。去年上节目，其实确实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啊，跟头部演员的差距。你看他们就会有单人的广告在地铁里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都是真人在地铁里。对吧？你看这些头部演员，他们的自媒体都是商务，我那儿都是业务。我现在很多评论都是说，梁岩老师非常喜欢你窗口工作的段子，请问现在失业保险1个月多少钱？我医疗保险这个月断交了，下个月还能报销吗？哎呦，我说这是不是就叫事业粉儿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好多我也不会，我还得给他问。我现在新段子没写多少，业务突飞猛进。说实话，去年你看节目播呀，我自己我都没敢看，我自己看自己，我还是觉得会有点尴尬。但是呢，看了看大家的评论，我发现你看这么多年脱口秀综艺演下来，确实还是培养了一批非常专业的观众。大家去看我们去年的节目啊，说小罗文本很好，新仔呈现很好，梁岩普通话标准。哎呦，我都夸到原材料上了都。夸你实在没得夸了，就好像我们出去吃饭啊，说这厨子炒这菜卫生，你都不如说这厨子普通话标准。当然我也想了，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评价，对吧？因为你想，就是他们的文本和呈现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场演出中表现不好，但是我的普通话始终标准。但是确实啊，这个也不值得高兴。你看大家也了解，现在啊网上就是这样，任何一个评价都会有不一样的声音，哪怕你评价的就是声音也不行。你看有的人说北京话好听亲和啊，他这个普通话标准不用看字幕。有的人啊就说傲慢，哎，瞧不起人，就他这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有点歧视外地人。哎呦，我说还听出来了。没法解释啊，它没有逻辑。
他不说内容，他就说口音，这玩意儿怎么改啊？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北京话被歧视是因为疑似歧视外地人。他那个评价啊，他那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歧视外地人。其实大家听我这个音儿就挺高的，是不是？再高。我试了，再高一点儿，我除了皇上谁我都瞧不起。你们看，就这一个口音吧，就说什么的都有啊。有的说好听，有亲和；有的说歧视、瞧不起人；还有一些啊，说北京话自带阴阳怪气儿。笑什么？这是铺垫啊，这是铺垫。我自己不觉得啊，我看好多朋友写 report 说，哎，说听梁岩讲脱口秀就跟那个单位同事啊、大哥聊天似的，挺好的。我自己判断不准，我回家问我妈，我说您觉得北京话阴阳怪气儿吗？我妈说哟，这你还用问我啊？有一点。节目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也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，就是还是没有人认识。我现在在北京呢，大概啊2周被认出来一次，2次被认错一次。节目播出，夏天我逛潘家园，逛完了呢，我出来打车去演出，我打那车还没到啊，另外一辆车停我前面了，摁下窗户来看我。颜良，哎呦，我这都喊激动了。我说我现在都有外国粉丝了啊！嘿，真是你啊！喜欢你啊！走了，我去，大哥很自信，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是我。大哥认错了就走了，一会儿我打那车来了，我打那车，网约车挺逗的，前面摆俩手机。一个导航，一个炒股，哎呦，他就给我一种啊一边挣一边扔的感觉。但是这个挣的吧，就远远赶不上扔的。我甚至觉得他如果不炒股，他可能都不用开车，因为你想他一边开车一边炒股啊，你不难判断他大概率炒的不怎么样，是吧？这师傅明显也不太会，握着方向盘啊，一直盯着这个股市看啊，也不看路。我坐在后边我就害怕。我说师傅，我不懂啊。我说这个得一直盯着看啊。师傅说啊，你不懂。我跟你说，这股市我跟你讲，瞬息万变，你一眼看不见，很危险啊。我说路上也是啊。哎呦，我说这是不是就巴菲特说的，别人贪婪我恐惧啊？我也太恐惧了。这师傅啊，就只看大盘，完全不管方向盘。你就感觉也看淡生死了，也不看导航。我说对，导航也别看了，是吧？人生方向都错了。一边看啊，一边抱怨。他说：“你说我们这股市啊，怎么搞的啊？越来越差。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就有人干事不专心啊？”师傅也没听懂，继续抱怨：“我们的股市一瓶酒卖那么贵，你说正常不正常？我跟你说，这不完蛋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”他说完啊，那车马上就安静了，唯一还有一点动静，就是我前面的那块屏幕还放着那些头部演员的广告，气得我就把头扭过去了。当时我们那车上啊，就是他不看导航，我不看副航。确实我不炒股，我很难跟他共情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马上又要红了的演员。司机看我不理他呢，就继续看手机，看看股市，看看导航，看看导航，看看股市。哎，该红的不红。我跟你说，人有时候共情就是一瞬间。我说没错，这世界完蛋了。谢谢大家伙儿，来。